大家好，2019年8月26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野田圣子所率领的日本议员访华团。很明显，其他的议员都是陪衬，而这个带队的野田圣子之所以能被王毅外长格外的敬重和超规模的礼遇，并不是因为野田圣子头上那个闪亮的总务大臣的高逼格头衔，而是因为野田圣子曾经一战成名却又听起来格外变态的一段佳话：变态女人40春。众所周知，日本人特别推崇工匠精神，也叫做匠人精神。它原本特指旧时代手工艺者们的一种传承和专注，然而到了今天，它已经可以泛指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们了。它代表着各行各业从业者们的一种最高的思想境界、行为表现和职业热情。它之所以成为精神，是因为精神已经超越了金钱和物质。也就是说，匠人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2点。第一，就是你超级热爱你所从事的事业，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无论有钱还是没钱。更直白点的意思就是，你热爱你手头的这份工作，胜过这份工作给你所带来的金钱。光就这么一点就能淘汰绝大多数的人，因为工作在不少人的眼里都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营生而已。第二，就是精益求精，吹毛求疵。在日本人的眼里，追求完美就是追求100%，而不是99.99%。在他们的眼里，99.99%跟99%或者59%都是同一个概念。而且这不是对别人家的要求，而是对自己的要求。他们不会跟别人较劲儿，只会跟自己较劲儿。这种完全变态的追求，相信99.99%的人都做不到。激励后辈亿万人。至于这个今年61岁的野田圣子，恰恰就是因为他的第一份工作，以及他在第一份工作中所表露无遗的真挚完美的匠人精神，让他一战成名，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震动日本的天底下最变态的女人。那么他的第一份工作到底是干什么呢？相信地球人听了都会恶心犯堵、肠胃不适的，特别是在饭前。其貌不扬的野田圣子正式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东京帝国酒店当服务员。乍一听，或许您的第一反应是服务员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任何人都干得了了。基本上有手有脚、有点小头脑的人都能应付得来。问题是，他这个服务员的工作还真不是简单的端茶倒水、整理房间那些稍微体面的工作。他的上司给他所安排的第一份具体的工作是洗厕所。听到这，您或许又有想法了，洗厕所而已，也算不了什么大麻烦。而且众所周知，但凡星级酒店的厕所都绝非那些藏污纳垢、臭烘邋遢的路边公厕可比。更何况东京帝国酒店是一家坐落于日本东京都黄金地段的顶级酒店，在里面就能俯瞰皇居、日比谷公园和银座等等知名的地标性建筑。风景这边独好，彰显了其地位的显赫。它和新大谷饭店以及东京大仓饭店并称为东京顶级饭店的御三家。按理说，这么顶级的工作环境，即便再差，也不难收拾嘛。如果您也真的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正是因为顶级饭店的厕所，所以要求也是顶级的。也正是这种顶级环境的顶级要求，差点让当年刚刚初出茅庐走入社会的野田圣子知难而退，做个甩手掌柜。休论世上生尘事。听到这儿，或许您又犯嘀咕了，洗个厕所而已，有什么顶级要求可言呢？是不是太扯了？我想说的是，的确很扯，因为野田圣子的上司要求他必须把马桶刷洗得光洁如新。请注意，光洁如新的新，真的就是刚买回来的那种新，
而不是看起来像心的那种心。也就是说，前者是100%的心，而后者是介乎于60%到99.99%的心。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现实、很变态呢？当年真实的野田圣子也这么认为。他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困惑、烦恼和天人交战之后，差点就打退堂鼓了。虽说当年作为人生第一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顶级酒店里打工，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碰上这种要求，在正常人的眼里也妥妥算得上是变态上司的变态要求了。好在当时萌生去意的野田圣子碰上了一个贵人，这个贵人不是帮他改换门庭、飞黄腾达的那种通常意义上的贵人，而是帮他扭转心态、接受挑战的另类贵人。这位贵人是一位洗厕所的达人前辈，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做了一次完成度高达100%的完美示范。这种完美的示范不仅让年轻的野田圣子当场就瞠目结舌，更是瞬间就下定了决心要超越这位师傅，以及最终超越自己。那么这位贵人是怎么具体操作和示范的呢？当时这位老前辈当着野田圣子的面，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刷洗示范的马桶，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仔仔细细，把肉眼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地方都反反复复刷了个遍，直到最终刷的整个马桶可以折射出人影，光洁如新为止。这还没完，高潮还在后面。放下包袱，自在身。只见这位贵人干完活之后，拍拍手，便伸手找野田圣子要了一只饮水的杯子，然后自信满满的从刚刚清洗完的马桶水槽中直接舀了一杯水，跟着不加思索的一饮而尽。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喝厕所水、喝马桶水的元祖动作。有意思的是，后来不少居心不良的鸡汤学、成功学，为了强化洗脑效果，故意把人名换成了更加广为人知的历史名人，例如希尔顿或者松下幸之助等等等等，想想也是可笑。老前辈的这个动作可谓胜过了千言万语，不仅把当时的野田圣子震慑住了，更让他按捺不住本能的呕吐了起来。毕竟他原本出身名门望族，他的祖父野田卯一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资深政客，他哪里见过这种名场面，更谈不上吃过这种苦，喝过这种水。野田圣子的世界观当场崩塌了。这件事算是让野田圣子彻底翻转了过往的认知世界和未来的工作心态。所谓万事开头难，这第一份的工作就像每一个人在孩提时候所迈出的人生第一步一样，上司所要求的所谓的光洁如新，不仅仅是要清洁的马桶100%的焕然一新，同时也是让自己的心态100%的焕然一新。这才是无往不利、为人称颂的真正意义上的匠人精神、严谨态度、工作热情和人生执念。年轻好胜的野田圣子当时就咬咬牙，最终扔掉了最后一丝的思想挣扎和心理防线，痛下决心地说，就算一辈子洗厕所，我也要做一个洗厕所也是最出色的人。从那时候起，他从一个理想高远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完全务实全心、懂得自我激励的人。他的工作质量和绩效最终也都达到了那位前辈的变态水平，同时也得到了上司的认可和赞许，并为他后来一战成名、顺利的进入政坛创造了惊人的口碑，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话说，他也真的喝过几次厕所水，都是在工作汇报的时候。变态女人40春，激励后辈亿万人，休论世上生尘事，放下包袱自在身。这个在许多人眼里堪称变态的女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能早早的扔掉了所有思想上的包袱，在另类贵人的影响下，对自己的旧想法和旧套路进行了大破大立，并强迫自己彻底走出了原本不错的人生舒适区，小跑跨越了恐慌区，让整个人得以轻装上阵，焕然一新，最终还快速迈过了学习区，成功进入了增长区，成为了一个让中国头号战狼也格外尊重的重磅人物。这个世界上说到底，什么职业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贵贱之分，说实话，只有一种思想上的贵贱之分。日本人所追逐和推崇的匠人精神，或许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的确近乎苛刻，但这种苛刻背后所导致的心态调整，却是百利而无一弊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待我们手头上的工作的，或者说可以帮助我们尝试用不一样的积极心态去对待眼前的工作。如果我们抱定野田圣子变态女人的变态想法，也就是就算一辈子洗厕所，我也要做一个洗厕所也是最出色的人，或许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就会变得温柔了许多许多，也不会那么的急躁和冲动了。当我们把一件事做得真挚完美的时候，那么下一件事或许就易如反掌了。正如这个洗厕所出身的野田圣子，几十年来都能在政坛上转换着不同的角色，攀登着更高更难的巅峰一样。